我现在讲大家台湾人最喜欢的日本这个国家的住宅还不是商用的不动产，真的给你赚到那些钱，1年2年过去了，你收了那么多租金那是日币呢，对不对？那是日币呢。然后以我们台币现在的强势，动不动就是打折呢。所以我会说你海外资产，你要是要去做海外资产的话，你大概你那一笔钱都是留在国外的，你换不回来的。你换回来干嘛？你换回来这个汇率，当初想的都很美好，投报率设定的都有达到，可是你一旦换回台币，就因为汇率的关系，你收回来的钱这样前后可能被打了7、5折，那干嘛要换？你继续给它趴在那边好了。所以我会说，你做海外的房地产没有不行，但是原则上就是那笔钱大概就是要趴在海外。你做泰国，你做越南大概都一样，那笔钱大概就趴在那里了。因为你把它换回台币你就会少赚很多。这种情况之下，你做海外房地产还有多少吸引力？我个人就是认为，你真的有需要用到，比方说真的是害怕战争，你要买个地方躲，那你就买这没有关系。如果你是想要什么海外房地产的增值、价差、投报率，我个人是认为看起来还好真的是看起来还好。海外房地产投资陷阱多，3大风险让你后悔莫及。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先说结论，就不要比较好了就这样但海外房地产我不是专业，但是真的是听太多有的没的事情了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夫妻会搞不定自住看房子越多，条件反而越变越多，因为他看到那个不好的房子嘛，然后加一个条件，加一个条件，一直加这样。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可以买国外的房地产来置产吗？这次来讲海外房地产，真的是太多人来问了不止观众也有那个海外房地产的行销公司来找我我就拍一集来回答我的思考这样。那一样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要自住的话，想买你就买。这是很多的日本买在日本一个度假屋买在泰国一个度假屋，然后平时没事包给当地的台湾人去做 Airbnb 这个所在都有。你是这种用途，你爱用你就去用。九妹不是也在什么木黑区买一个日本的房子，然后招待朋友用的就这样如果你是这种享乐的心态的话，那就 OK。如果你是投资资产，你要算它的投报率的话，我是建议你就再研究先想想。我讲一下情境就是我的会员，他夫妻都已经用掉自己的1屋跟2屋，第3户要自备7成，他们就不想嘛因为那个准备的钱太多，然后就想说不然买海外房地产好了。看一些 YouTuber 好像都有在国外自产的样子。就九妹她九妹那一支影片还有分上下集吧，我记得然后就很多讨论这样，他就来问我会不会推荐，我也直接跟他们说，这个我自己也还在研究，但是我连台湾房地产的高雄的功课我都做不完要我现在去冲到海外去买一间房子，我说真的我不敢。所以你要知道外国房地产吸引人的点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现在会有人想要在外国置产第一个原因是分散风险，就是把资金配置到海外房地产，可以降低过度集中在单一市场的风险。说白了就是怕战争影响台湾房市怎样或怎样。至于你说什么出现战争，然后你可以飞到国外避难，我跟你讲这很难。你又不是拿他们身份证，然后真的要打仗的前夕，那个机票一定是权贵先拿走嘛他们又不会因为你有外国房子，然后就对你很友善或者怎么样大概也会形成说在海外的台湾人抱团取暖。第一个是便宜你看这个标题，东南亚房产嗨翻天，租金投报率达 10%， 就是说你去买东南亚的房子，现在大宗应该是泰国跟越南就算是首都也很便宜，一间1500万到2000万新台币，然后投报率他跟你说 10%， 这有点夸张2000万一年租金到200万那看起来就会很吸引人然后最后是海外居留权。例如说你在希腊买25万欧元以上的房子，你能获得5年的居住权。到西班牙你买50万欧元以上的房子永居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买海外房地产的风险是什么，来聊说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来，第一个汇率我们买外国的房地产收入本来它就是外币计价嘛那现在台币看起来又变得强势，当你要换回来的时候，所得就是会有这个，你可能就要吃这个汇损的风险，再加上各国对外国人的课税都是比较重的，要保护本国人嘛，一来一往之间，你干脆就你会变得卖不掉，不是说卖不掉就是说你应该说我把它卖掉，我要面对税算了，继续放着然后看怎么样，然后一来一往之间这件事情就拖着就不会像当初想的我买海外房地产买了，然后放3年，我把它卖掉赚多少钱这件事情就很难发生了。
第二个风险，人生地不熟。你买国外的房子，一定没办法自己亲自去管理那些租客。问题就来了，今天光是在台湾，你跟包租代管，大家都是讲中文的，大家都台湾人，都有可能在闹纠纷了呢。那你怎么觉得你一个外国人，然后你找当地的包租代管，然后租给当地的，对你来说是外国人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真的出问题的时候，你是要怎样？你有办法现场去处理，你也没办法嘛你就委托给那个人处理，那个人帮你处理怎样？几乎就是全凭运气。那第三个风险，讯息差你看台湾的房地产已经算是很公开透明了，我没有实价登录，我没有什么，对不对？那什么重大建设，你上网找你都找得到，但还是有一堆人看都不看，都没有在关心。然后你跟我说他们听国外房地产的简报，会在那边把功课做得多么深入，我怎么不太相信我也看先猜就是画饼，他觉得这个饼很香他就要吃了，风险很大啦。然后海外贷款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真的不建议。我认为说，如果你们夫妻有想要去赚这个海外房地产的钱的话，什么 10% 投报不如啦，还是做本国商品，什么股票或 ETF 之类的，至少你还看得见嘛。然后台湾新闻也会报，真的怎样了你还有机会去反应。不然你等到国际新闻说某某国房地产怎样又怎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居都来不及。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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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
赞讲故事哦，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故事哦。这次讲的是小雨女生哦，那这个故事是那个听小雨抱怨哦，她讲给我听的啊，她就中产阶级哦，啊薪水不算多不算少，反正她就首购用掉，然后不想买二屋，因为台湾二屋现在要5成，她就想说啊，不然去买国外的房子好了啊，可以跟朋友炫耀。然后海外自产的分享会哦，她参加非常的多，周末都把它排满这样。然后几乎都在很好的场所啦，什么5星级酒店，然后下午茶免费吃这样啊。主持人一开口就说什么投报保守15%，啊，台下就哇哇哇哦。小雨就想哦这么猛15%呢，我们台湾的比不了，就这样哦。那为了求心安哦，都多去参加几个不同公司的海外自产的说明会啊，有的是主打泰国，有的是主打日本哦，还有美国、越南全部都有了哦。美国房地产又有人在讲，然后简报都讲得很好听哦，投资1000万，未来到1500。无脑当房东啊，怎样又怎样，再加上现场哦，这个抽奖啊、送礼啊，气氛很嗨。可他就是觉得怪怪的，怎么大家讲投报就这么厉害啊？如果说这么厉害，那台湾房地产到底是剩谁在买哦？就没有人讲风险啊。只要问到租不出去，好、或租客有纠纷该怎么办哦？啊，主持人就是通常的话术就是说哦，我们20年经验，我们都能处理，所以他就心里就打一个大大问号。后来那个小雨他就贴了那个讨论区有一个在分享说海外房地产这件事情，有一个网友啊说如果再给他选一次，他不会去海外自产，问题一大堆，根本就空租了啊，不然就是说你成交以后他先找租客来凑给你的啦不要让你一成交你就是空租嘛，演给你看这样。他卖的话那个条件也很多，什么外国人只能卖外国人，你也不能卖给当地的人，反正就是圈一个特区都是外国人在互买互卖，然后那边盖房子盖非常的凶猛。不然说你要卖你是中古屋，你都拼不过人家好的那种。结果这样比完一圈价格，发现他自己其实当初买的贵很多，怎样或怎样。然后他还冷静下来，然后跟我说：“对啊，海外房地产好像不是做那个行业的就看不懂了然后就你外行在海外房地产还容易被骗嘛？光我们台湾房地产你看看，多少房仲的纠纷啊，这个海外房地产都没有纠纷，加厉害连跟建商也有纠纷啊，海外的新房子怎么会？”都这么一路顺遂，很难啊！如果真的那么好赚，真的那么好卖啊，怎么会是用那个5星级酒店的饭店来招待？真的应该好赚好卖的话，他就是叫大家在一个庙门口集合啊，这个都开得起来啊所以他看了看之后，还是决定就不要轻易的涉足就这样。那我原则上是赞成他的选择嘛，海外房地产啊。我说那你第二屋要怎么处理？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存到如果真的存到那个5成的话，他要买再买，就是像我说的那个，就是看低总价收租大概就这样。那我补充一个东西这也算故事啊，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前一阵子我去日本一趟，然后既然是我去日本，对不对？我就不会只是旅游行程，我也在那边看那个当地房地产的表现然后 ChatGPT 一直问翻译就这样简单的做日本的功课。我去的是大阪不是东京，我去的是大阪，因为说什么？对日本来说，大阪就像台湾的高雄就台土土的很好啊很适合我啊那我们就去大阪。然后同团呢就在他去日本比较多次，然后他们讲反正我就看到什么道顿崛附近就很有名，新斋桥道顿崛附近啊，反正你应该也去过。那附近走路出去而已热闹街区走路出去而已的。不是什么贫民窟就直接是也算一个市区，然后它的电梯的大楼那一户，我先看总价换算成那个台币还有电梯然后他们做2室，日本好像不做3室，好像做2室比较多。好，有电梯那屋龄都很高，日本的屋龄都很高，台湾都真的都还好。它卖多少钱？那换算成台币的话460万。好，然后我就噼里啪啦一通问，然后思考之后，我得到的结果是这样。他说这个没有，这边都是这个价格以台湾人来说买都很便宜，好，对吧？日本大阪大阪比台湾热闹几倍啊，对啊，怎么房子那么便宜也不是什么烂房子因为他说他那边有，反正有什么前辈然后怎么样，然后原本是租，发现便宜他就给他买下来然后我就问了他很多问题。好，先说结论，房价460万新台币，这是有它的成因，它成因是什么？就它不会涨，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价格。有抛出来，在日本当地买这些房子已经变成说，反正房子就不会涨，所以变成说真的有需要要用到的人才会去买房子已经是这样子的市场。你说这个市场健不健康？我个人是认为蛮健康的。
所以在日本就没有什么炒房的这种风气，至少我在大阪那样看下来，如果有炒房的风气，如果他开放台湾人自产投资，那他房价绝对不会是长那个样子。那边多热闹啊！那楼下就是什么 Lawson 然后就是很热闹的地方，然后有章鱼烧或什么的一堆啊，大阪正宗的章鱼烧，很热闹的地方啊。这样比较起来，我认为很像西门町旁边的小巷弄这样也没有到巷弄啊，就西门旁边的小路啊就它旁边的一个华夏这样，400多万两房，怎么可能？它就是这样嘛。日本就是这样，它表示什么？表示它不会涨。它放那么久都是这个价格就它不会涨，它还会慢慢跌。为什么屋龄越来越高？这就是日本房地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在日本做房地产，我个人认为跟台湾的剧本一定完全不一样就不能够是价差，就不会涨嘛。那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就会变成说既然那么便宜，那蒙卖啦，卖几间然后来干嘛？来跟当地的业者配合，最好也是台湾人，然后你又信得过的怎么样？就去做一些收租，来做那个租金投报率，大概就会变成这样。这个租金投报率就会很好、很漂亮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租金高，日本的租金是相对于台湾都是高很多的。那你房价的总价又低那你租金又高，那你投报就会好好，问题来了。即使这样子都被你转完一圈，我现在讲大家台湾人最喜欢的日本这个国家的住宅还不是商用的不动产，真的给你赚到那些钱，1年2年过去了，你收了那么多租金那是日币呢，对不对？那是日币呢。然后以我们台币现在的强势，动不动就是打折呢。所以我会说你海外资产，你要是要去做海外资产的话，你大概你那一笔钱都是留在国外的，你换不回来的。你换回来干嘛？你换回来这个汇率，当初想的都很美好，投报率设定的都有达到，可是你一旦换回台币，就因为汇率的关系，你收回来的钱这样前后可能被打了7、5折，那干嘛要换？你继续给它趴在那边好了。所以我会说，你做海外的房地产没有不行，但是原则上就是那笔钱大概就是要趴在海外。你做泰国，你做越南大概都一样，那笔钱大概就趴在那里了。因为你把它换回台币你就会少赚很多。这种情况之下，你做海外房地产还有多少吸引力？我个人就是认为，你真的有需要用到，比方说真的是害怕战争，你要买个地方躲，那你就买这没有关系。如果你是想要什么海外房地产的增值、价差、投报率，我个人是认为看起来还好真的是看起来还好。我举个例子，这个也是观众来跟我们讲的，高雄市小港，你看我讲这么久影片，什么时候提过小港就是一个比较以高雄来说，它就算蛋白的地方的公寓5楼的收租收租案子，它旁边是个庙，你要做闲物设施也可以，但是那个庙没有禁止人家停车，你知道？所以等于是它自带就是一个机车、汽车都可以停很好，超好的。它是5楼公寓，然后隔4间套房来，它一间可以收8000，一间8000整理化完装修一间8000，你知道那间卖多少钱吗？那一间当时买的总价才450几这个当初是什么时候？去年。对啊，你真的要做投报率，台湾也是有这种产品也是有所以没有关系，你知道，如果你真的要做投报率的话，你是说那个400多就500万以下的公寓隔套收租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没什么问题，真的没什么问题。这个下一手来买也是包租公这个投报率算起来快10%了呢。对你就下一手你就买人家5%不就好了？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的现象？租房子的人不太管屋龄，真的不太管为什么？你看591你选出租，他什么地方让你还是租客身份，你要去租屋，他没有要让你选屋龄，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就屋龄就不是很重要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在台湾高雄都是新台币的环境，一样在这个房价暴涨的时候，一样生得出这种投报已经8、9%、10%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跑去海外房地产？然后你看我刚刚说的那个总价。那个有必要用第2屋5成吗？那不用那个不是就现金就把它买下来了吗？尤其我们有在市场中看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海外房地产有什么很吸引人的地方真的吸引的可能就是像九妹在节目里面讲就是一个心态，就是个圆梦我在东京有民宿的这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很赞成喜欢就去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你人真的到日本去，还是住饭店会舒服很多。为什么？你想干嘛就干嘛嘛，你因为乱丢就乱丢嘛，你大便不冲就不冲嘛
这没关系，按你自己的房子爱惜，然后租给人家做 Airbnb， 然后回来一看，这个人都乱搞或者什么的，心情又不美丽了。看你的目的啊，如果你只要赚钱要投报率你被第二屋、第三屋卡到，还是有很多收租的东西啊，收租的东西它总价又便宜成那样，然后租客又不看屋龄的啊，如果他看屋龄，为什么租得到那个价钱好，那这种情况之下，海外房地产有什么战斗力？我不知道呢，我不太懂呢，所以在台湾继续做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你又不贷款，你不会卡到什么银行的禁令，就不会啊，就没事啊，所以台湾还是大有可为啦。我现在的判断是这样，海外房地产目前并没有到什么原因是我们一定要去实验要去尝试。如果未来我有去尝试我也会拍影片讲公开、公正、透明我不是说什么我都偷买了，把台湾都卖掉偷买，我继续那边喊台湾房地产好如果真的要做，第一站应该也是日本吧，不会涨就不会涨我来体验看看说这个日本房地产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不过说真的，如果害怕所谓的地缘政治战争风险，搭起来好像日本也没比较好。我也不知道。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